短短的7年4倍，请问这国家怎么了？最重要就是呢 credibility 信誉丧失，它能不能救美元和美债？太难，美债啊，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当时10兆债务，现在已经36到38减到40，减4倍哎。因为你有信用，你才能发债。去年2025年10月，中国尝试在香港发了1笔40亿美元10年期债券，结果得到全球去买单。我告诉你，信用已经看到了。中国的信誉远超过美国，所以你要去救美债的信誉有点困难。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先关心，在今天的一整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回顾，包括在去年还有在今年整体的经济表现。我们今天会分非常多的层面来一一剖析。首先，现在要来关心到的就是有关于美债的问题。美债现在出现了失速列车，会否拖垮美国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过去10年大家会买美国公债，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险的工具，一直代表的就是美元霸权。但是这个神话是否从去年开始可以说是正式的破功呢？我们先来看到一些统计数据，是来自于这个美元神话是否破功的一些支撑。去年5月的时候，可以看到穆迪它直接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评，美债直接痛失了它的3A 原本的地位。那么债务现在总额美债已经冲破了36兆美元，光是利息的支出首度就突破了1兆美元大关。并且我们看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恶斗当中，去年我们特别观察到，美国政府关门创下了史上最长天期，达到了43天，导致经济是一度的停摆。华尔街日报这边特别也做了一个示警，一向都是比较挺华府的，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一回说，2025年就是美债光环消散的一年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些美银的首席策略师他怎么给投资的建议。他说呢，再来下半场的时候，2020年代下半场投资原则，他认为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债券之外，你什么都可以买。他特别提到了30年期的美债价格已经腰斩了，包括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公债重挫幅度高达45%，这不是短期的修正，他认为就是长期债券的一个大熊市的一个发展。另外，我们看到历史学家他也回顾了一些从历史上面来看一个国家未来的前景，特别提到任何大国，如果你在你的国债利息上面支出是高于你在国防上的支出的话，代表未来它的伟大地位其实不会维持的太久，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请教上这个怎么看今年美债2026年的整体发展，会不会成为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特别回顾到会不会重演当初西罗马还有奥图曼帝国债务压垮霸权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吗？我讲美债长久以来过去来讲是全世界当中最稳定的东西，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也不是突然性的。首先，美国债务或美国政府的债务，严格来说是在美国所有的这个经济结构里头，它是一个心脏。因为一个国家政府它到底欠了多少钱，这个债务本身还不还得起，它当然是一个国家政府运作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过去来说，为什么过去的美债也都欠啊？那因为全世界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一个霸权的体现，就来自于特别是它的金融货币。那核心无论是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一个通行的货币的标准，然后包括美国股市吸收了全世界所有的资金在华尔街在投资或炒作，而这里头汇集到政府的心脏其实就是美债。所以过去美债来讲，除非美国倒了，这个国家亡了，否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债当中，它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因此，美债虽然是美国欠了这么多的债务，但它是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国家买它的美债，而且这有一个不会倒、应该不会倒的国家，所以长久以来，那么这个作为可以投资，而且有利息。因此，美债本身的利息长久以来都是我们在观察，包括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动荡的指标。2025年就出现动荡了。首先我们知道，2025年是所有前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连美国最友好的日本，包括欧盟，都开始减持，还有沙地阿拉伯、沙特都开始减持国债、美债。那么在2025年减持的比例是加速的。
而且川普就任之后呢，对于整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怎么用这个政府，他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使得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稳定性跟安定性来讲，大家有所畏惧。因此，美债就使得我们刚刚强调的，过去来说长期的，比如说5年、10年的这个长期的殖利率，它利息都是很稳定偏低的。但是呢，没想到大家对于美国5年后的债务、10年后的债务，觉得风险很大、很害怕，所以都抛了。所以因此变成是那怎么办呢？只好提高利率。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长期的这个殖利率如果偏高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东西，包括我们最近日债也是哈，日本的这个货币债务也是一样，国家债务也是，大家就觉得不想持有。那所以市场上只好抬高利息让大家来买。那我想2026年这件事情它影响性是如何？我认为还是在看美国政府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这种明尼苏达州的这种内部的这种碰撞，也让美国社会也进入了逼近内战的这样子的不安。那么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些债务问题还是不断的在川普政府的即使收了关税，还是不断的加深哈。但是美债究竟会不会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会对全世界影响？我想，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出现一个所谓完美风暴。是我们知道，其实，在经济当中来讲，美元、美股以及美债当中，它的联动性很高。前面说美元是全世界的货币，前阵子贬得一塌糊涂，可是川普一句话又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动荡性其实并没有不好，只是说也表示这个不稳定。美债后面持续不稳定，还来自于会不会有更多人国家继续在抛售美债，而且美股本身一旦接下来像 AI 的这个泡沫空头，真正的在2026年，因为很多人说会发生，如果一旦发生，它的联动性也确实会使得美债本身的不稳定加剧，而他们互相牵扯。一旦美债在美国政府的信用以及跟全世界的国际外交关系，大家都失去对于川普政府的信心，我们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看到的话，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成为2026年当中以美债拉动或爆破的一个黑天鹅所在。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从川普政府去年上任以来，尤其在2025年开始，美债的光环逐渐的褪去哦。那么大家对川普的信心越来越低的时候，川普持续的打他的这个关税战，那其他国家也打什么呢？针对美国的美债来把它当成武器化来打川普，到底有没有效？来看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跟欧盟，现在呢都把这个美债当作是一种政治谈判的武器，叫做金融武器来打。中国大陆它针对于川普的关税，直接说呢，不排除大陆会来抛售美债。欧盟也说了，传出因为呢，川普在介入在乌克兰的问题，还有格陵兰的问题，所以欧盟现在威胁要抛售高达73兆美元的美国国债，逼华府回到谈判桌，有没有用啊？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如果现在发生战争了，台湾海峡发生战争，你手上有一大堆新台币，问你要转投资什么？依据过去的经验，第一个是黄金，可是黄金我先告诉你没有利息，第二重的要命，身上很难放，所以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其实会依据过去的经验去买美金，因为美金毕竟还是这个全世界最值得大家相信的一个货币，不然你投资别的，你心里会七上八下的。然后美债有多好，你知道吧？现在美国3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的那个债啊，它今天我查是4.9%的利率，意思说每年到年底它给你4.9%。如果我们央行投资了1000亿美金，到年底这个美国就会给他49亿美金的利息。然后他在国内呢，他有这些钱，对不对？他给他放，因为他是靠国内收来的钱嘛，国内的钱存在央行的，央行给他多少利息？2%不到。它最长的利息是大概3年的，大概只有1.7、1.8、1.9。我这样讲好了，这两个差的是大概3%。所以我央行什么事都不做，我买1000亿美金买美国的国债，我一年基本上躺在那里就赚30亿美金，就是1000亿台币，大概是这样。你说好不好赚？那当然就是你要问这个美债到底稳不稳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今天刚上次课有讲这个黑天鹅，我觉得现在是有一只黑天鹅，你要小心的就是啊。当大家觉得心情不稳的时候，都怀疑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定涨价，那个就叫黄金，因为黄金是全世界人类最原始、大家最信任的货币。所以当大家心里在怀疑的时候，金价一定涨。那你知道最近金价涨得不得了，所以
如果我能够在过年的年初的时候给你一个建议，请你今年操作股市哦，你一定要谨小为慎。因为当黄金一直在涨，那代表整个全世界，因为这个金价不是我决定，不是你决定，全世界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怀疑的。那至于你说这个各国为什么有的卖有的买呢？这跟各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好比说中国有这么多，它现在还有6000多亿啊，这个美债。因为他随时美国就把它当做一个武器来威胁他，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受威胁的东西。那像什么英国啦、日本啦，他跟他绑在一起的，他怎么能卖呢？那至于你说这个美债会不会变成金融武器哦？当然它是一种金融武器，但这种金融武器类似核弹。什么叫做类似核弹？当你用的时候哦，基本上第一个你自己受伤。我举个最简单的，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么多，有6000多亿，我不顾一切我给它卖掉，好不好？卖掉之后。这个跌下来，谁第一个倒霉？我卖的人自己啊，因为你卖完之后，你知不知道日本可能买啊，英国可能买？为什么他们跟他是绑在一起的？你以为是日本跟英国支持美国吗？不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日本有全球最高的1.2兆，英国有8000多亿，你就知道他们绑在一起。我不是支持美国，因为我们的利益在一起，所以你卖，你第一个受损失，我可能不会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难讲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在川普政府的这个执政之下，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不管是美元跟美债都已经失去了过去最辉煌时候的信任。那新任的未来，如果川普选了这个联准会主席，能不能救美元跟美债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呢，川普已经利用了他的这个自己私人的方式哦，去开除了联准会的理事跟库克，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也被启动了刑事调查。那鲍尔非常的愤怒，他就说他这一次会遭到刑事起诉，纯粹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总统的偏好来做行事。那么今年1月底，大家知道就是川普提名的这一位是 Kevin Warsh， 他接掌了联准会。确实，现在大家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政治指令，而不是联准会不再独立了？所以可以看到美股、美债都跌，那美元也同步转弱。Kevin Warsh 能够改变现在美元跟美债大家对他的不信任感吗？还是他会追随川普的意思？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波威尔生气难过当然是其来有自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人如果不够智慧，你就会可能碰到这样的遭遇。我觉得你看川普这个人，你就是要忠心嘛，你就是要听话嘛，你不听话不忠心，你一直在保持你的这个公正超然立场。他当然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告诉你说，你装潢的，我盖的 building 都算是你的，我就是要告你。你知道他现在很惨。但重点是，他是一个算某个角叫老实人。那以学经背景不一定输于他这个川普提名的 Warsh， 但是我跟你讲 ，Warsh 假设提名经过他要经过参议院通过嘛，他是1月30号提名的。他如果上来的话，你觉得 Warsh 跟 Powell 有什么差异？我觉得是灵活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你要我来分析 Warsh 这个人跟川普的关系以及他未来的走向，还有看他历史为什么川普会选他，而从某个角度，川普不该找他的，为什么？他叫做鹰派，他被定义叫鹰派。鹰派是 contractionary 的 monetary policy， 是紧缩货币政策的人。谁？川普不是要降息吗？不是要 expansionary 吗？不是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跟你讲，各位要解读经济学会有点学理啊。这个已经55岁的1970年出生这个人，当然他大学其实也不是读经济，他是读公共政策。然后他后来他是 Stanford 的，然后到哈佛大学读的也是法律。他跟这个产业有什么关系？有，他毕业之后呢，因为他有旁修一些跟经济相关的债券资本市场，还有市场这个经济的学。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那三脚猫的旁听课。可是他进到了实业界，他刚毕业不久，在1995年到2006年的时候，实务在 Morgan Stanley 做过副总。VP 讲到有些副总做白金理专的，只是这个玩金钱游戏也没什么，可他够活。然后到2006年，他当然就进到了 Fed。你要知道，在 Fed 的时候，他可以到后来他又回去到2018，但重点2011就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不爽，因为他反当时的 QE2， 这个是一个重点。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金融海啸 QE1 在什么时候？在2008年12月的时候丢出了1.725兆。第二次的 QE 在2010年的11月6号到2011年的
6月8个月每次750亿乘以8是6000亿，加起来是2.325兆。当 QE3 的400亿和 QE4 的450加起来850，在2013丢了1年，从那时候就是外债务就冲出 ，QE 就冲出债券多了3-4兆。我现在一个重点，他为什么要反？奇怪了，不是要救市场吗？那时候是欧债危机，第一次是救金融海，第二次是救欧债危机。他反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通膨起来了，虽然当时不消费，因为这通膨是一个问题。他说你只要丢这样的货币供给增加，你知道我们货币让这个钱流出来有2个，一个降息是这个管价的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是那个降准创造货币供给，这是管量的货币政策哦。当然 QE 属于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好，那现在重点你会把通膨拉高，因此我不赞成这样那 QE2， 好，他退场了，被人家讲他是鹰派，其实不是，各位要去了解他主要的目的是不要通膨。其实他发言2011讲去年的发言，我觉得川普有看到，你好像不符川普要的降息，不是我要刺激经济吗？你上来你不是鹰派，你就不会降息啦？我跟你讲，不是，他要用另外一种换降息，叫做紧缩性货币政策，讲不好听还是讲 QE tempo 的概念。是怎么说呢？你用这个地方来压通膨之后，缩表以后，你就有机会用利率降低是的确会产生通膨，但利率降低更会刺激经济成长。川普要是经济成长，因此他走这条路。我跟各位讲，其实还是一句话，其实你一定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属性，他比较活，他要走的路线就是一个，他主要是要抗通膨啦。不过，我们从某个角度刚刚讲的，我还是想讲一下美国。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你只要问到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救美元和美债太难，再火还是很难。美债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因为我学这个的，玩这个的嘛，当时10兆外汇存底，不，他的10兆的债务，现在已经36到38%到40，减4倍，短短的7年4倍，这个17年4倍，请问这国家怎么了？怎么救？那么容易吗？最重要就是你的 credibility 信誉丧失。重点 watch 就是最重视就是 credibility， 你去爬文就知道，这个人学的是因为你有信用你才能发债，美国就是因为他信用发债才有今天可以一直印钞。但是去年2025年10月，中国尝试在香港发了1笔40亿美元10年期债券，结果得到全球去买单，10倍美国自己发的同样利率10倍的认购率。我告诉你，信用已经看到了。中国的信誉远超过美国，所以你要去救美国的美债的信誉有点困难。好，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债突然间在此刻拉起了警报，因为欧洲的盟友这时候反手一刀卖美债抛售美债，引爆了全球的抛售潮吗？资本市场现在可以看到呢，欧洲用这种抛售美债来当做一种武器，砍向美国的最大弱点。对于美债，还有对于美国的信用是否破产，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来看到美债神话，现在说安全神话恐怕会信用破产了，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先是丹麦的退休基金呢，它已经直接宣告了，我们在月底前会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原因是他们的来自于丹麦退休基金的这个投资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好信用的一个主体，所以他们决定要来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贝森特就很不屑啦，他就说：你丹麦呢去清仓美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你的这个资本资金实在太小了，就跟你丹麦本身一样是毫无轻重的。那么没有想到这话一说完呢，他就这个遭到了一些报复。这个是来自于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突然间在财长贝森特说完话之后，立刻抛售了700到800亿瑞典克朗的美债，这个金额相当于77亿到88亿美元来打脸贝森特。这时候贝森特本来从这个嘲讽的语气，突然间态度180度大转变，他呼吁说：全球我们这时候要冷静一下，让事情自然的发展并且撇清说最近美债的市场动荡的主因是跟格陵兰没有任何关系的，呼吁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给放在心上。那么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呢，现在呢这个他会这么紧张，包括了财长会这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其实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而美国呢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是关键的弱点。美债不只是市场的商品，更是美国的
霸权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所以现在一旦全球对美债的信心破灭的话，连联准会啊恐怕都救不了美债了。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的态度突然间一下子大转变哦。代表他很清楚，欧洲如果真的动手抛售美债的话，后果是会非常的严重吗？委员怎么看？一点都不严重。欧洲是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少的国家，欧洲央行才多少？700亿美元，能干嘛？中国大陆擤个鼻涕都不只是700亿美元了。所以欧洲真的拥有的美债规模很少。那你说，不是账面上看起来8兆吗？对不起。都是什么中国啊、日本用信托方式所持有的，像英国的8800亿，自己英国没多少啊，都是其他国家或其他金融机构啊、其他保险公司请他们信托在他的名下而已，并不是真的他的、啊。所以欧洲自己持有的美债规模很小哈，比如说你说瑞典这个养老基金啊，你说抛售77亿美元。美债一天5000亿交易美元的交易额啊，这77亿美元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说无足轻重是真的。但最近美债市场上动荡，是因为很多人，包括美国自己人，害怕川普真的跟欧洲开战。那开战当然会赢，可是这个动荡不安的不确定性，我宁可先卖了吧。那这个美国人自己卖美债才可怕啊，因为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多的是美国人自己，大概。美国政府公债有将近差不多60% 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持有的啊。那你说这个丹麦投资长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信用主体，他卖1亿啊，也就卖，这是没有影响啊，没有影响啊。那这个美国这个财长也不是啦，他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那个一点了。如果说真的要对抗哈，是中国才日本才是对抗的家伙啊，怎么会对抗这个欧洲这种没有本钱的国家呢？哈，你别看那个马克龙要法国外汇存底没多少钱啦，啊，那德意志银行这个欧洲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乱说，因为钱都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伦敦经营这个财富管理很成功，然后这个比利时也很成功，卢森堡也很成功，荷兰也很成功，所以他们拥有的都是其他国家拥有的资金，不是你欧洲自己的。你拿别人的钱当做你自己的、所以我是觉得，连这个策略分析师很丢脸哦。那你说美债不再是市场商品，是霸权啊，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如果今天中国一下子要把所有美债或者美元全抛掉，搞不好美国脸一横就说我冻结你啊，就冻结了，就像冻结俄罗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中国大陆在那边放太多钱，注意啊哈，现在还有3兆在那边呢。是，那这个什么美债信心破灭，现在大家已经对他没什么信心了哦，什么联准会救不了，联准会出手都几千亿，这没什么问题啊。是，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李将军。我觉得我们美债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了就是就像是以前我们学过一点的基本的这个理财的观念来讲的话，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股市多一点嘛，股市占7成。对不对？债市少一点3分比较具有积极的这种投资策略。当你到中年的时候，就股债大概各一半。那像到我这种年纪来讲的话，债市大概也就投资要到7成，比较稳定那股市你就要少一点，因为你的承担的风险就会比较大。这个所以说债券从这个投资的理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认为说这个投资理财比较稳定。但是这次这个如果说美债，如果说在这种大家都认为比较稳定状况之下，它居然会殖利率暴升，也就是它的债券本身的价格下跌，那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就不再信任美债嘛。第一个就一定是造成你这个国家如果说是你美国国家债券来讲的话，那当然会造成你国家利息要支付要比较多你才能够去借到钱，因为你的风险不再那么高，我就要支出更多。那以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它现在本来这个利息就已经很高了，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它的这个就已经很高。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会支付更多利息。那对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也会增加它融资的这种压力融资会更难。那对家庭来讲的话，也会有压力。譬如说是它房屋贷款这个利息就会增加。譬如说，他家庭生活支出的成本就会增加，甚至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都很大。那这次来讲，
我认为说是美债会这样发生哦，主要是也是由于川普自己搞出来的。第一个，他对格陵兰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风险大家会评估。所以说，欧洲来讲，我虽然说很无力、很乏力，可是好歹我就像丹麦来讲，退休基金我就给你这个清仓1亿美元哈。瑞典来讲的话，金额虽然不高，可是代表我反抗的决心。我就清理美债。那当然对这些情形，对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有一句话，如果说是在互相打金融经济战的话，那当然是杀敌1000哦，也会自损800，你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是对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影响，因为你可能对之后这个像我们刚刚看到这2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啊，大部分都是退休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那对老年的这些生活来讲，就会失去一个基本的保障，因为美债毕竟来讲，在全世界来讲还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投资信用的一个保证。是，所以当这个经济活动力降低之后，我觉得对欧洲自己本身哈，对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它的经济活动会降低，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对他来讲还是一种威胁压力很大。好，所以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欧洲国家开始大卖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债券，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看起来整体的债券市场不会受到欧洲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跟日本卖美债的话，这影响就会蛮大的了。那川普真的会容许自己的小弟日本把美债卖掉，因为现在开始做这些动作，然后把资金带回日本来救日本的经济吗？赖老师又怎么看？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了，但是波动大，主要的是跟美国跟日本都是一个政府负债比较高的国家啊，尤其日本的政府的负债太高了啊 ，GDP 的2.85左右啊，这么的高。那现在的情况是在日本会产生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高市早苗宣布他要解散国会啊，这个才造成了昨天的激烈的一个波动。也就是说，政治呈现出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也很明显的发现。日本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在上涨，然后预算案因为大选的关系又会被搁置，即使他们的财务大臣有特别跟日本说，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笔特别的预算来去维持这个政府空转时间的时候所支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以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说，日本人他们觉得不信任的情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就是因为长天期的它的这个公债卖不动，殖利率一直飙升，那等于是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跟着开始把它的公债把它抛售出去了。所以不管是40年期的、30年期、20年期的，那都看到它的整个殖利率都在往上攀升的情形下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美国的政府公债也出现同样的这个殖利率一直在攀升，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卖不动的，因为中国大陆有节奏的、有计划的，一直在减少它对于美国政府公债的持有。目前来讲，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了。是从过去的排名第1、第2、第3、第4，现在可能排名到第5、第6、第7、第8，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大陆有节奏的一直在抛的情形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公债它越来越卖不动，那它的殖利率一直在飙升，那很多人开始对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形下，再加上联总会它不肯降息的情形，很多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我们想，这些都是稳定基金嘛，因为退休基金邮储基金，这个都是稳定基金。那这些基金的负责人，他本身是要吃法律官司的，也就是说，你的一个获利低于5%的话，你再继续持有，你的本身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很多国家的政府的操作人员，他们本身当然就会抛售。一旦抛售，那呈现出来的这个殖利率在飙升。我觉得日本如果高市早苗没有把日本的经济稳住，没有把日本的财政状况稳住，如果没有把它的政治的局势稳住的话，日本如果一旦崩跌，你就不能排除它会回过头来救市。一旦如果日本也开始回过头来救自己的话，那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很大。那如果说日本他觉得他活不成，他怎么还有可能会让你美国说我今天为了你，我今天死了算？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做到事，但是到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发生。
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是新的一年2026年到来，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持续对美国，他们持续的买黄金，但是呢，持续的卖美债，是不是2026等于中美摊牌做最后的一个布局？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一下2025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用数字告诉了世界一些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讯号，那就是 A 股现在呢封关日发现它创下了6年最大的一个涨幅，表现非常的好，沪指站上了3900多点，全年涨幅更是飙涨了18%，创业板全年也是爆冲了大约49.57%，尤其在科技类股上面是贡献了股市非常多，机器人商业航太或者是能源金属表现都非常的好。另外一头则是香港了，香港我们看到在2026年呢，一共是有106家的企业终于是 IPO 了，吸金也非常的多，这个金额甚至来到了全球第一。重点是90%都是来自于大陆的企业做上市的，被形容是中企的一个吸金池。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资本市场的部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的另外一个去年的一个重大布局呢，就是它持续的买黄金，并且呢卖美债。黄金买了多少？大陆的央行连续12个月买黄金，储备冲上了7409万盎司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在黄金飙涨之下，黄金占外汇的这个除重的比例一度写下了历史新高。那另外一方面，大陆也持续的挖金那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北辽宁挖出了1444吨最大的金矿，价值换算新台币高达了6兆元。那中国大陆政府展望的2026，它还要持续的提振它现在比较虚弱一些的内需市场，所以呢，还有它的投资市场，所以呢，它最新宣布展开1.3兆元的投资计划，来稳投资、撑经济，继续它的经济的成长动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A 股的牛市大爆发，这个会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泡沫，还是这背后是真的代表了经济上面的畅旺呢？那另外一方面，大陆持续的买黄金降低美债，是在为接下来2026中美的摊牌做准备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想过去几年这个我认为习近平推动了几个重要的政策，在当时他推动的时候，外界其实都是以看好戏的心情甚至这个酸言酸语那么来批评这些政策。可是现在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习近平当时在推动这个政策是很有远见的第一个，他去处理了房市泡沫。当时大家在笑说你没事去处理什么房市泡沫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还好他处理了房市泡沫。他如果那个时候不处理，这个时候的房市泡沫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你面临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你的房市泡沫就让你雪上加霜，可以让你一枪毙命了。他当时处理了房市泡沫，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市慢慢开始稳定起来了。就你现在就看看北上广深我最近才从上海回来，我看了古北的区的一个房子当时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房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我们都以为说，哎呦，这个房价开始下跌了吧？你无法想象古北区的一套房子可能还不到台湾的50平，要台币9000万呢。就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滨江区，不是什么特别核心区，就是一个古北区的房子，台币要9000万了。所以它的房价已经逐渐的开始稳定了那么已经开始在抗跌了。那还好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房市对中国大陆不是问题。然后第二，他做了共同富裕。那个时候他推共同富裕的时候，大家就笑说你推共同富裕，你就是共产党，你社会主义又重新回来了。结果呢，还好共同富裕，今天中国大陆的消费人口开始增加。我每一次去中国大陆，我都会去看那个卖场的人，我会看上班时间的人或者假日的人。最近我们家的亲戚还在福州嘞，我特别问他说，那福州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是上班时刻或者是放假时刻，福州就是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我现在还不是讲北上广深，我讲的是福州，它都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这种内需的消费，不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来的吗？如果你没有共同富裕，你就走回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了。那到时候你在这个时刻，你就根本不可能靠内需的消费来带动你的经济发展嘛。然后第三，增持黄金。他在过去这几年增持黄金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你干嘛要增持黄金呢？你看美债的利率这么高，你拿黄金又没有利息。可是他当时的增持黄金，他入手的价格可能才1000多2000美金，现在已经到4500了。所以他在过去这几年不断的增持黄金，其实对
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大的获利啊。然后再加上分散市场，因为分散了市场，所以东盟取代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受到冲击。也正因为这些，你才会看到2025年。在上证指数涨了18.41%，深圳指数涨了29.87%，创业板涨得更高49.57%。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里它根本没有受伤。再加上政府投下了全部的资源去发展科技。你光看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公司叫做 Manus， 当时做 AI agent、AI 代理人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嘲笑说，怎么可能通用型的 AI 智慧这个时候做得出来 ？Manus 做出来了。25亿元卖给了 Meta， 这是 Meta 有史以来的第3大的收购案，就是买了中国的另外一家的 AI 公司。中国不是只有一个 Manus， 我们数字王国在中国有据点，我们也正在中国寻求上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中国大陆这种公司多的是。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成为了当然中国大陆股市的一个重大的动能。所以不管是上证指数、深圳指数，或者是创业板，甚至像港股，当然都因为这样的动能而拉升起来。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因为政府政策的拉抬所以对于整个稳经济上面有一定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请聂老师从地缘政治上面来做解读好了，因为大陆一系列的动作，不管是买黄金、卖美债等等，是不是也在中美之间，在2026年尤其要做摊牌？好，地缘政治我后半段讲，先讲一下刚才那个我们讲孙委员讲的也有道理，就是2022年3月，这个习近平讲的一句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用了3道防线。对，那我觉得这是休克疗法，但一定要这样做嘛。如果是现在发生怎么办？现在这个国际形势这么地缘政治这么严重，立刻死对。但在那3年前，他真的做到，真的打压到了。当然，你知道碧桂园、恒大等等一系倒地，没有错。房地产也这么低，那我讲不好听，这有点像休克疗法。你今天已经倒到那边不行了，就帮激动你一下，让你好像很惨，其实你慢慢就会恢复。是，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这是第一个。当然感觉上经济不太好。再来第二个呢 ，COVID-19 走过这一段时间，因为封城锁国，的确消费的确有这个降低不少。所以当它即便在2023年开放之后，的消费力道并没有完全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因为大陆的产能过剩需求下滑，从胡锦涛开始就一直发生，产能过剩，尤其他们在最后科技发展太快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东西产量太快了，成本也都太低。我们都知道量多嘛，便宜就产生内卷。这内卷你没有办法，就会造成经济的一些紧缩。不过我觉得大陆官员真的很厉害，我最近看到几个视频他们一直在跟人民讲，没有错，我们的经济其实他们经济真的有点受伤。那他们的爱国心也不断在提高因为最近不管甚至高市或者美国的问题，他们现在教育的非常的深化，你知道，他甚至我看到他说，我们一定要说一结实，一定要忍耐，我们一定要收紧。如果你不收紧，我们将会100年难以翻身。只要我们收紧，我们只要够忍耐，可以告诉大家，100年都是我们过好日子。这个国际就是我们做控制权，只要大家撑过这一段时间，100年是我们的。如果撑不过100年都翻不了身，请大家一定要忍耐，将来就会好。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最后讲一个我很清楚爆黄金，还有这个抛美债、降美债的主要原因主要就要去美元化。中国做太多事情，包括刚刚讲海南岛这个10月18号的海南封关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要去美元化。在2018年1月18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用石油用人民集团也是去美元化，太多，它从内从外都在做这个动作，甚至它用它的未来的高规格金融站这个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叫 CBDC 也是在去美元化。他真的做到的，想用各种方式来做，这就是他很棒的策略。最后一个地缘政治，我觉得最妙的跟这金融有关。他在2个月前11月初，他发了一个美元用美国债由中国发美元债，你知道在香港40亿，认购率多少？你知道吗？29倍，1182亿。美国自己发同样债3倍，他就是还是对美债已经38兆了嘛，这么欠那么多，还是有信心3倍认购率。中国是它的10倍认购率，什么意思？他在用这个测试，因为今天控制美元债是中国来控制，反正我先收集美元，然后我发债，钱是我在用，你比你这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好。他先试一看他在国际的呼朋引伴的力量，他发现他现在国际信心比美国还强。现在国际中，包括你在上海弄个黄金储库，马来西亚去存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在美国存，不要在纽约存，以后来这边你的外汇准备的黄金等等就到我国家来。这个是要拿到国家全世界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苦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讲地缘政治，我觉得他这一道做的不只是股市，当然股市从2700多了，在去年中的时候，现在真的涨到全部，光今年你刚讲的差不多28,000点，对，现在到4300点，4200多点，涨了快30多%，这个的确表示对内对外大家对他都有信心。除了刚刚讲真实
就是买那个债的9倍认购率之外，那个是外资来的。他们的 A 股也有很多是外资，表示国际间不止他本国这个国民，外资也对他非常有信心，也就是造成他 A 股上升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看到这个地缘政治鹿死谁手，看起来龙鹰之争，龙好像是赢了这只老鹰。好，这个是国际资本，刚刚聂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对大陆的信心度持续的上升。那确实就在此刻，因为已经2026了嘛，其实麦肯锡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是有关于大陆接下来的消费者市场。他说认为接下来会有5个很重要的惊喜。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他说大陆的零售市场展现的强劲的一个弹性，尤其他就看了一下2025上半年的销售，较前一年暴增了5%，电动车更是重点，飙升了37%，汽车也不错哦，增长幅度11%。再来就是旅游业哦，较疫情前增长幅度呢，国际航班啊增加了最多13%，国内旅游成长幅度15%。汽车产业呢，中国2025的汽车销量首度的超越了日本，登顶全球第一。电动车的出口11月直接翻倍成长。接下来包括了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之外，还有大陆的流行文化，不管是黑悟空啊，或者是泡泡玛特、拉布布的销售，在全球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眼前呢，《华尔街日报》又点出了大陆也不是没有困境的，特别提到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的年轻人，好像在找工作上面压力比较大，因为内卷太严重了，所以兴起一个所谓叫做当老鼠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在比较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每天一直滑手机啊，躺平滑手机，然后比较少社交等等。现在是不是也成为大陆有一些内部的问题跟外部经济的表现？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讲老鼠人，就我们这边在台湾讲就是啃老族啊，就是靠长辈啊，长辈反正有这些存钱啊，反正现在孩子也生得少，靠爸爸妈妈就可以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未来国家的发展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啊，它之所以在经济上啊能够忍受度高，在哪里？储蓄率高。因为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46%。就是说我赚100块钱，我存46块，我只花54块，我一直存。所以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口，但是它现在储蓄的金额是160兆人民币，160兆人民币，我们14亿人口存了160兆人民币，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人啊存了11万多人民币，你看够不够？够不够多？就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些钱，只是放在银行，放在他的这些储汇局是这样子，他有这些钱可以用啊。所以，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将来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我们讲到了，将来要有发展了，一定是官2代、富2代，或者是科技精英，或者是金融精英，这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才有背景啊，官2代有官的背景啊，富2代有钱的背景啊。那个这些金融精英或科技精英，它是有科技的背景啊，所以是这样子，他有这办法才可以。因为这些将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翻车？还有一个 AI 过来了，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很多东西智能化了，不要再靠这些传统手工，一般基本水准的都被取代了，连驾驶这个司机都不要了，我自驾车干嘛要司机啊？通通被取代了，又3D 列印，又是我们讲到的这些附加价值高的这些科技都出来了，你还需要人力吗？所以将来这个中低水平的年轻人想要翻身，非常困难了，除非是官2代、富2代跟科技精英才有这些机会，那其他的只能干瞪眼了。而且这对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哦。就像刚才张先讲的，它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嘛，啃老族在台湾也很严重啊。但是我会认为中国大陆，我仍然还蛮看好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年轻人的素质相对来说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我们在发展 AI， 我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做 AI， 我们去找 AI 的人才，只能够在中国大陆找。你要么在矽谷找，你要么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985、211多的是啊，但是这些人将来就会很快的可以投入新的赛道，投入新的产业里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所面临的状况，全世界都一样啊。那只是看说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他能够最快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产业变革的困境而已。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